是的，2024年除夕不放假，这是要大伙在高速上包饺子的节奏啊！虽然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给习近平支出的大招，不过看得出来呀，2024年有点不一样，已经引起了庆丰帝的高度注视，不准除夕。那我们赶紧穿越回大唐，向李淳风和袁天罡取经。两位大咖，拜托瞅一眼遥远的2024年呗，会有啥大事发生呀？两人定睛一看，黑兔走入青龙穴，大事有变呐！推背图的第43项一般被解读为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关系。宋诗的首句“黑兔走入青龙穴”点出了关系发生变化的时间点。这条线索呢，我们放在后面讲。先来试着解读一下第43项的谶语。谶语说：“君非君，臣非臣，始奸危，终克定。”君非君，臣非臣，是说大陆和台湾是非君非臣的关系，互不臣属，谁也管不了谁。始奸危，终克定，是说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之后，两岸分裂。一开始的局势是艰难而危险的，当时中共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，而民国政府则将大陆看作是共匪沦陷区，要反攻大陆解救同胞。双方时不时的短兵相接，各有伤亡。到后来冷战对峙，再到两岸开始交流，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，但是表面上似乎相安无事。习近平虽然最近声称暂无攻台的时间表，但是很多国际政治专家还是提出警告，这不代表两岸已经脱离了兵凶战危的险境，台湾依然要时刻保持警惕。不过很多人认为终克定是说大陆最终会攻克台湾，会不会这样呢？我们再看这项的宋诗，或许可以找到更多的答案。宋诗说：“黑兔走入青龙穴，欲进不进不可说。唯有外边根树上，30年中子孙结。”欲进不进不可说，是说王朝气数将进不进，半死不活的不好说呀。那么这个进到底是说谁该进了呢？如果对应下一句的唯有外边根树上的外边，那么这一句的欲进不进应该说的是大陆。目前大陆的浮华开始落幕了，中共政权是内忧外患，国内经济民生全面倒退，疫情又卷土重来。国际上的老朋友也仅剩下了俄罗斯、朝鲜和非洲拉美一些来要饭的兄弟。中国故事不好讲了，中国梦也容易醒。看样子呀，中共已经是自身难保，欲进不进不可说了。那他怎么还可能终克定，最终攻克台湾呢？那么中共欲进不进不可说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这就点到了开篇说的黑兔走入青龙穴了。什么是黑兔，什么是青龙？朋友们需要自行补习古人的脑力游戏，掌握天干地支、五行生肖和颜色的匹配密码之后，就会知道今年是黑兔年，明年是青龙年。2023是癸卯年，癸属水，色上黑，卯为兔。2024甲辰年，甲属木，色上青，辰为龙。也就是说2023走入2024的时候，局势似有大变，中共的国运开始大衰退，步入倒计时。当然了，天干地支每60年一个循环，再下一次的黑兔和青龙年是2083年和2084年。瞅瞅中共眼下这堆烂摊子，估计活不了那么久啊。所以很多人还是更倾向于将黑兔和青龙解读为2023年和2024年。另外呢，江泽民、胡锦涛两位在任都是10年，习近平从2013年上台到2023年，正好10年。你说巧不巧呢？可是庆丰帝就是不愿意主演我方唱罢你登场的戏码，非要赖着不走。
可是2024年这个拐点它可就不好卖啦。难怪一开始大陆民众唱的除夕不放假，看来呀，习近平是真的害怕2024年除夕呀。唯有外边根树上，这句预言就更有意思了。这树根怎么还在外边呢？这似乎是说中华正统不在大陆，而是在大陆的外边。外边的树根是中华民国。不过呢，这倒是也说的没错，根是主体和起源。中华民国本来就是源自中原大陆的正统国家。中华民国颂这样唱道：1912年2月12日，清政府发布退位诏书，将中国的政权转移给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的国体定为共和立宪制。至此，古代中国的帝制时代结束，近代中国的共和时代开启。中华民国既是清政府国统的合法继承者，也是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第一个共和国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神传文化，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，讲究天人合一、敬天知命。而大陆现在信的是进化论和无神论，已经文革浩劫，已经把传统文化这棵大树连根拔起了，捣毁寺院道观，破坏古迹文物，多少奇珍异宝、古籍字画都因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。再来说说大陆用的缺胳膊短腿的简体字吧。网络上曾经热传一个段子：亲不见，爱无心，产不生，场空空，面无脉，运无车，道无道，儿无手，非单翼，有云无语，开关无门，乡里无郎。可巧的是，魔仍是魔，鬼还是鬼，偷还是偷，骗还是骗，贪还是贪，毒还是毒，黑还是黑，赌还是赌。文字是文化的载体，汉字的衰落造成了文化的断层。中国人越来越看不懂浩如烟海的正体字的古籍，其中所承载的文明也将面临失传的危险。而汉字应该是这世界上最神奇的文字。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史官仓颉有双瞳刺目，能看到上天的文字，一样在人间造了汉字。仓颉造字之后，天雨粟，夜鬼哭，天降米粟，庆祝从此民智大开，人们不用辛苦种植就可以丰收了。而众鬼一见这种神的文字，当场嚎啕大哭，因为他们知道人间大戏已经开演，剧本是神仙撰写的，而他们已没有机会上场了。网络上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段子，说大陆发现了新人种黄鹅，他们披着一层黄皮肤，但认同前苏联意识形态，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目前虽然占着汉唐疆土，但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毫无关系。目前此国中不愿做黄鹅的中国人都已经被残杀殆尽或者流放异国。虽然这只是个段子，但却给我们提了个醒，要把中共和中国及中国人民分开来看。中共不代表中国，爱国不是爱党。那么生活在中国大陆那片土地上的朋友们，您是愿意做中华儿女还是马列子孙呢？上面讲的种种现象，不正是扣上了唯有外边根树上这句预言的主题了吗？黄鹅在大陆，而大陆外边的台湾保留住了传统中国和神传文化的根基。扎根台湾的中华民国根深叶茂，30年中，
终于开花结果，将传承下来的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回传到大陆，大陆终会迎来民主和自由的天地，中华民族真正崛起，万邦来朝，中华文化将传播五湖四海，正式开启世界大同之契机。另外，此项的鼎卦也有新气象和新政权之意。那么30年中是哪一年呢？30年中间的一半是15年，从2024年再加上15年就是2039年。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卦象的配图，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画的那是相当的传神呐。图中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一起并肩走着，大人的手举过头，好像挥手要打旁边的小孩，但只是威胁要打，并没有真打。再看小孩这边，右手护着头，挡着自己似的，不要被打到。小孩虽然有防御的姿态，但也不是很怕的样子，继续跨步前行。如果大人代表大陆，台湾小一些就是小孩的样子，那么图中的大人和小孩已经并肩走了70多年。另外呢，大人和小孩的方向也画得十分的准确，大人在西北方向，小孩在东南方向。再仔细看看，似乎有蹊跷。大人身穿的是臣服，看上去更像布衣，而小孩身穿军服，至少是衣着华丽的小公子哥，身份地位显贵。不对呀，大人怎么没有身穿华服呢？怎么看上去还没有旁边的小孩显得高贵呢？这个小孩看起来似乎更像主人一些。这也在意指台湾才是正统，因为台湾是中华民国，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正统的国体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通过窃权拿到的一个政体，所以它实际上并没有旁边的小孩子那么高贵，因为它是窃权来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以上的解读仅供朋友们参考，希望没有打碎谁的玻璃心。不管怎样，2024年注定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。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，从2024年开始，人类开始进入九子离火运，又一个20年的大时代来了，一切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。关于九子离火运呢，我们以后会做节目为大家介绍。我们期待着人间大戏的主台中原能够等到红潮退落，传统复兴的那一天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观看，我是大观园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